英国现在除了机场让这个美国呢就所谓防御性的使用，马克宏也下令哦，另外英国刚刚我们讲的龙号啊什么也出去了哈，戴高乐号也部署地中海。英国在中东有40万侨民呢，有这么多啊，就表示哇，它这个很多工业啊、炼油啊、石化业等等哈，它很多人在那边工作哈。那法国全境也在戒备，而且法国昨天讲，他们要再发展核子弹头。原来现在270颗要增加到300颗以上哦，8个国家可以靠我法国来保护，因为法国对于核子跟核电厂是一直在发展的，不像其他有些国家是反核，法国没有，法国一直把核工业当成它非常重要的工业啊。那另外呢， Financial Times 啊，金融时报说，伊朗正在执行哈米尼制定的中东混乱报复计划。就哈米尼虽然被打死了，但是呢，他的计划，他的精神哦还在那个地方，而且还有人说。他这个选择，这个被美军炸死是他最好的选择，因为他反正已经把他挤得就全身是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被炸死了，变成好像英雄一样。然后呢，他的 legacy 就是他的这个遗志可以贯彻哦，所以呢，他的遗志之一就是要把中东造成混乱，打你的机场，打你的基地，打你的大使馆，哦，打你的旅馆哦，所以呢，让你天下大乱哦，就是这样子哈。那另外呢，它主要是无人机是低成本的，它比如它一个无人机发射上去2万美金，那美军那边呢，或者这个以色列用400万美金的这个飞弹来打它，拦截爱国者，2万美金对400万，那怎么办呢？那你不拦截它也不行啊，它2个飞机造成美国大使馆是火烧起来了，所以它又不能不拦截。那拦截你用什么拦截呢？你说用个比较低阶的。比较近距离拦截，他已经飞到你上再拦截，万一拦截不到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远远就要拦截他，他就用很昂贵的武器。所以呢，现在被认为说这个叫不对称战争啊，就像日本那个时候这个神风特工队，对不对？哇，一个飞机一个飞行员，痛去炸美国一个船一个舰，他就一个飞机炸一个舰划得来嘛？这叫不对称战争。哦，所以呢，消耗美国最贵的防空飞弹。我们有很多爱国者，我们想想看，以后会不会搞成这个情况哈？就是呢，你用很贵的去打人家便宜的东西啊。那另外，美国每小时要烧10亿台币，所以专家说攻打伊朗，最后可能有6.67兆的经济损失了哈。那另外呢，这什么意思？我早上看不懂。比如说让蒋介石出场，蒋介石哪里啊？让蒋介石出场，对，看不懂。说什么意思？说这个是一种将采取强力军事行动的说法。冷战的时候，当年呢，有部分美国的将军认为说，应该要用蒋介石这样去打共产党，哦，所以呢，当蒋介石出场，就是美国帮蒋介石反攻大陆，所以呢，让蒋介石出场就是要用更大的武力出场的意思哦，所以呢，让蒋介石出场就表示对伊朗的打击要升级哦。我吓一跳，蒋介石怎么还能出场哈？那另外呢，你说反攻复活，让蒋万安出场还可以，怎么蒋介石出场了？那川普说我们美国的弹药源源不绝，怎么可能源源不绝嘛？可以把战争永远打下去哦。他就是因为不够了，现在白宫啊召见国防产业的高层，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包括雷神的母公司，还有美国的供应商，他们现在6号。要在白宫把这些承包商都找来，增加设备吧，增加武器吧，赶快加强制造。因为这些公司要制造，也不是说制造，可能把其他的产业要停下来，专门制造武器啊。那你政府要不要买呢？平常我不可能保留那么多啊，那这个时候要加强啊。所以表示他现在根本不够了，才会。如果他现在够，干嘛把你们找来？就是已经不够了，才把他们找来，说呢，来谈谈看，怎么样让武器更多一点，让更多一点。另外呢，是要策动库德人来武装起义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柯博吉是什么？美国国防部次长，他说潜在对手对美军实力感到威胁，说呢，这个美军现在的确是有实力，但是呢，会不会让中国有犯台的可乘之机？就大家都在想这些东西了，会不会美军坐在那边就忘了武器到那边去？然后呢，美国用斩首的，会不会将来让中国大陆也学的呢？怎么反正就各种揣测。每一次战争都会让人家看，比如原来无人机不稀奇嘛，发觉无人机现在战争好用，现在要发展无人机，我们也说要发展20万个无人机了，然后现在发觉斩首很好用，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
底下是卡达首都杜哈的繁华夜景，夜空中不断传来爆炸声。卡达战机升空击落伊朗的苏凯24，邻国的巴林也因为伊朗飞弹残骸掉落引发大火。此刻最危险的地方还有美国在中东各国的大使馆。What you're hearing there is a security warning that played over the loudspeakers at the U.S. Embassy in Jordan. That embassy,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约旦使馆紧急撤离之前，伊朗的无人机攻击了美国位于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大使馆，幸好馆内早就净空，没有人受伤。伊朗飞弹无人机饱和打击之下，科威特、卡达、阿联都拦截超过100枚飞弹，加起来有上千架的无人机。卡达还击落2架苏凯24战机，拦截率都超过90%，但代价是消耗了昂贵的弹药。伊朗大量出动廉价的见证者无人机，每架造价60万到160万台币。若是动用昂贵的防空飞弹拦截，成本在10倍甚至28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补充库存，防空可能出现缺口。关键在于伊朗还剩下多少的飞弹库存？美国专家预估可能还有3000枚以上藏在地下碉堡之内，没有被美国摧毁。等到海湾国家防空耗尽，这些飞弹恐怕造成致命的破坏。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伊朗现在的报复计划就是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生前亲自制定，从打击不安的能源设施。扰乱海空运输，尽可能在中东制造混乱，破坏全球的经济秩序，只求跟美国玉石俱焚。蔡伟，我想这场战争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跟总结，那就是乱。因为双方都在乱打嘛。美国是先打了再给理由，然后理由是什么呢？白宫给出了2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认为说这个伊朗它的核设备可能会直接威胁到美国。那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可以让伊朗它的政权更迭。可是这2个理由看起来既矛盾又不符合常理。第一个核设备，其实普遍现在世界大家都认为伊朗现在的核设备是没有办法直接威胁到美国。如果要说威胁到美国这个核设备，大概目前有能力的就是2个国家嘛，一个俄罗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好，所以这一个理由非常的矛盾。第二个理由呢是说希望让伊朗它的这个政权更迭，但是美国在前阵子才在自家后院申请马杜罗，现在委内瑞拉它的政权有更迭吗？其实也没有嘛，所以这个理由看起来也非常非常不符合常理。所以在第一时间，很多的一些西方国家，包含像是英国，包含像是西班牙，的确对于川普所做的决定既不支持，也认为不理解。但是问题就出在伊朗自己，伊朗自己现在他们的这个革命卫队看起来也真的是在乱打，开始无差别的攻击，包含像是杜拜啊、法国的军事基地啊、卡达、阿曼这一些，所以也导致了这样子的这个无差别状况，让大家其他的国家对于这个伊朗他的攻击行为越来越不理解，所以反而对于川普的谴责声浪越来越小，所以整个局势非常非常的乱，甚至连美国内部对于川普的一个行动都有不同的一个声音嘛。在这么乱的一个局势，我很遗憾的，我看到台湾回来看台湾，现在甚至一些执政党啊，或是侧翼啊，还在说什么呢？还在大内宣。你看美国这样子，接下来他们的行动就是开始保护台湾、守护印太。我想这样子的大内宣，第一真的不必要，第二，现在民进党要去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的天然气还有我们石油的存量，因为我们的能源是高度依赖进口。那如果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呢，它不断持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紧张，而且我们这些天然气其实事实上都会经过中东航道的。那在紧张的状况之下，我没有听到民进党现在出来跟大家说明我们的存量到底可以几天。接下来如果这个战争持续的话，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这我们都没有看到的。甚至现在只有大内宣说啊，接下来美国都要保护台湾了。我认为这样的国际关系真的是需要重修。好吧，到底油会不会缺电会不会缺大家很关心这个话题。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伊朗现在发狠话，说要强锁荷姆兹海峡，不准一滴石油流出。你看这个荷姆兹海峡最窄的地方非常窄的对。那所以它可能用布雷啦，用火箭啦，又妨碍这个干扰 GPS， 它各种方式了但是川普已经放话，川普说我要美国海军派军舰保卫油轮那到底会还是不会因为我们看科威特啦，反正这些地方的卡达等等。不管是油或气都要从这边出来，20%的这个天然气跟30%多的石油都要从这边出来。
那其实它主要是不是给美国了，它主要是给中国、给韩国、给日本、给台湾，就是亚洲的国家靠这边过来比较近哈，买他们的油了哈。那所以今天我听到川普说他要派海军保护，我就想说，那海军保护谁呢？是要保护卖给中国的油轮吗？到底这是很矛盾的哦。反正不管了，川普这样讲说，昨天媒体说，如果说封锁1个月，如果有1个月的时间，油价会飙到130到150美金。如果1个月，但是如果短期就不会了，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库存嘛，同时还有一些船在海上。海上大概还有2个礼拜才能到，那海上的还可以这个做一些补给嘛啊，但是看多久哦。那美国的这个布兰特原油已经涨了，涨到85块了哈，所以已经涨了4%哈。那就是看时间了，主要还是看时间到底能够撑多久了哈。那另外呢，美国要派海军派船去护航，业界说哈，这很难吧，对不对？还不如船公司直接找伊朗，我的船你不要打。他的船不要打，他们现在开始吗？私下去谈保护某些船自己私下付保护费吧那另外呢，昨天费半重挫，我跟你讲，费半错了大概将近5%，错了很多，4.58%所以呢，这个半导体股都大跌那另外我们看看台湾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对台湾的影响呢，我们的原油进口5个大国里面4个要经过荷姆兹海峡，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这4个都要从这个荷姆兹海峡来。天然气，卡达就占30.3%，也要从那边来。其他当然你可以从澳洲来寄到其他地方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影响蛮大的了所以也就表示台湾的能源政策其实之前我们就在讲，你把核电都废了，至少20%嘛，你把它又便宜又稳定，你到时候万一打起仗，那时候还没想到中东那想的是说老共大陆如果封锁我们怎么办？想的是这个对不对？民进党不听不相信好了，现在不是台海就是中东，也引了台湾这个能源危机出来了，天下大乱。我们看一下。伊朗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对全球能源供应投下震撼弹。南韩政府紧急召开能源情势会议，并宣布启动能源紧急应变小组。荷姆兹海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产自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卡达等国家的能源，约莫30%液化天然气和20%石油都得途经此地。伦敦证交所的船舶追踪器显示，荷姆斯海峡周边在伊朗宣布封锁后，至少有150艘船被迫停摆。以台湾的冲击来说，大约60%石油和30%天然气必须经过荷姆兹海峡。台经院估算，国内石油库存可支撑120天，但天然气只有11天。反观日本、南韩仰赖中东供应的原油，更分别高达90%和70%，但库存量各有200多天。中国大陆也有115天。纽约时报分析，一旦战事延长，将对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外资摩根大通警告，如果荷姆斯海峡航运受阻持续3到4周，布兰特油价恐怕突破每桶100美元，加剧全球通膨压力。美伊冲突升温，美股受惠之下，也冲击台股。台积电领杀之下呢，加权指数一度重挫1000点。台股周三开盘绿油油，加权指数跌94点，来到34228点，随后不到10分钟下杀超过1000点，连失守34000和33000两关卡。其中电子全值 F4 倒一遍，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1895元。新春开放版之后，连续大涨了4天，所以整个季线关利率很罕见的超过了15%以上，那当然本来就要做技术性的修正，但是呢，现在又加上了整个中东的战事，那所以就造成了这数日来的连续性的大跌。电子、传产和金融惨绿，科技概念股走弱。不过油染股像是台塑化就逆势涨，然而航运三雄由红翻黑，而福茂油近期被网友笑称人家中东打仗，原油上涨，你沙拉油跟着涨什么？看看周三股价依旧上涨，开盘来到32.45元。外资退出亚股，台湾遭遇股汇双杀，新台币对美元开盘报31.64元，随后贬势扩大超过1角。国际情势牵动股汇表现。好吧，史上第3惨台股今天跌了1494点，台积电很指标股跌了70块，一股现在是1865那另外呢，外资连四卖，
今天又提款964亿哦，就卖台积电哈。那因为川普说还没有用力，现在只是开始前菜而已，所以呢，到底要不要进场？专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逢低这个强劲，有人说再观察。来，志恩。因为那个伊朗是打不对称的一个战争嘛，他们试图用他们国内的压力呢，来引发着全国普遍性的这个整个通膨的这样的恐惧嘛。我们刚刚其实一直要把通膨跟这个能源已经要放在一起来讲。虽然目前为止我们大家认为说石油大概是120到146天，看起来好像做未来的3-4个月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石油的价钱提高会带动整个全方位的整个物价会提高，那这才是会造成一些社会性的一个恐慌。那这物价问题我们先摆在旁边，那我们台湾到底能源有没有如我们政府所提到的这么样的稳定呢？你不要忘记哦，如果荷姆斯海峡如果被封锁了，只要是2个礼拜的话，我们台湾真的是就会让我们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 LNG 的船会受阻，大概有5艘到6艘。那我们可能在2个礼拜之后，各位2个礼拜之后，可能就要面临天然气的问题。那天然气这个问题，或许政府可以告诉我们，就说我们目前大概天然气是4成到5成嘛，都是有靠天然气，我们还有燃煤。所以呢，大家就想说，如果说这个伊朗跟以美的战争一直在打下去的话，我们可能在4月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火力全开。当火力全开的时候，不是只有造成所谓的空污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这整个能源的短缺，因为我们台湾这个能源太单一化了，所以目前来说大概4成5成是天然气，未来可能是5成以上。但不要忘记了，我们3阶跟4阶目前整个的基础的设施还没有完备，而且我们燃煤的机组又非常的老旧，而且有很多时候都已经要停的。那这样的状况之下面，是不是诚如政府所提到的，这个未来供电的这个缺电暂时看不到，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个数据又已经告诉我们了。当初我们所提到的，一定要使用一个核能，绝对不是说国民党好像就一定需要核能能够为我们带多少利益，而是这是整个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你要面对很多国际的局势的话，你的机载电力是一个国家立国很必要的。我们那时候不断的强调，那现在行政院已经开始松口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一松口，即使核3能够再启动，那也要经过2年的时间，这边有一大段很长的一段的空窗期。我比较担忧的是我们的3阶、4阶，在这整个还没有完全配备完之后，如果说这样子的一个哈姆斯海峡，如果还是继续被做这样子的，可能被全面的一个封锁的状况之下面，我们的能源会不会如政府这么样有信心？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来，世轩，这个他们宣称说要封锁荷姆斯海峡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尴尬。就是刚刚赵大哥讲了，他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中国，第一个最大受影响的人，那你要怎么跟中国交代？还是中国的船放行，其他全部封锁，是这样子吗？所以当然很有可能，大家开始会去找他们谈一些私底下的 deal， 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一件事情就是要反观回来我们台湾了。现在的民进党政府面对这样子的国际局势，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前一阵子在这边讨论的，就是在讲说，这个如果台湾海峡遭到封锁，那个时候很多中共军演嘛，所以我们在讨论说，如果被封锁，我们的自然气的存量啊等等能源可以撑多久？但是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说会是荷姆斯海峡有可能被封锁，这是当时候没有想到的。可是局势就是这么多变，这么诡谲，现在发生了，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个，现在当大家我们在坐在这边担心这个事情的时候，经济部长龚明鑫可以讲说，全面开放这个煤炭是最后的手段。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这是你的一种手段你考量全面开放这个燃烧煤炭发电来作为你现在急救的这个手段，这不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的？你真的要放弃核能来拥抱彰电吗？这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讨论的。如今现在发生危机了，他真的要用这种方式？我们一直不断的讲说，能源就是国安危机，就是国安。讲到今天，当今天国际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回头看，到底民进党做了什么准备？所以追随美国的战略的同时台湾民进党政府有没有能力，有办法谈到私底下的 deal， 也就是私底下的这些交易？我觉得可能很难。以现在在国际上面的局势，那至于最后股市是这样子，我个人的观察了。如果要去比日本跟韩国的股市来讲，其实我们的跌幅相对小，算是在抗跌的，因为台积电的占比太大了，它随便跳几个 ticks， 那个就影响加权很多好几点了。所以说，以
韩国跟日本的股市来讲，我们的抗跌相对韩国今天熔断了8%多，哎，对，是。那现在我们要去考量的是说，这些影响未来有没有可能扩展到所谓的民生等等？但是现在民进党政府其实凡是用选举思维去做考量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去面对这样子的国际局势。孟华。我想以台湾的不管是天然气或石油的分配比，我们刚可以知道，其实日韩他们对于在中东这边的这个石油是大概占了90%。那台湾呢，天然气的分配比，其实我们相较之下是比较平均的。以最新的结构来看呢，我们天然气呢，澳洲大概是38.22，卡达呢就是可能这次会受到比较影响的30.32，那美国呢也有11.2，那巴布纽亚几内亚也有11.6%。那当然天然气我们大家可能现在会比较担心，因为呢可能是11天的时间，可能1到2周。那当然后续呢，也许呢在整个战情开始升温的时候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其实相较之下呢，我们的能源是相较比较分散的，跟不管是日韩比起来，我觉得其实目前呢，经济部他们也是有在做准备。刚刚说到可能后来会全开，那当然是在最坏的情况嘛。当然我们在考虑到最坏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准备。但是我觉得在到这个情况之前，我们是有非常多的办法的。像我们其实在这次跟美国的 NRT 还有 NOU 的签订呢，也有承诺要跟美国来增购能源啊。我们的石油目前呢也大概有30%呢是从美国来进口的。这现在呢，在这个战争发生了之后呢，就会相较之下，一开始大家会说这好像是把台湾来卖给美国。不过目前的如果在中东震荡的情况下，跟美国买能源，其实因为他们刚刚有说了，其实他们的航空母舰呢是可以保护这些原油从这里出来的。那是不是跟美国买原油相较之下，在这个时候可能也许就会有些好处？那当然成本也许会比较增加，可是相较之下呢，我们某种程度上也分散了风险在这一块。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整体的能源采购上面，跟日韩这些国家比起来，已经相较之下比较分散了。那当然这种地区的可能发生的这种零星的冲突，我们很难去来描述这个样子的风险。但是我希望说，就是我们其实政府还是有在做更好的准备。那说到台股啦，大家都会说台股今天好像跌了很多，也有人在讨论说，就是国安基金要不要来进场。可是就有网友也还蛮好笑，说现在33000呢，国安基金那么高要进场嘛？所以其实台股在之前年前大家都讨论说呢，其实涨了一波，还有台积电这个整体的带动之下，这个样子的半导体的产业呢，对台股来说呢，已经涨到了很多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新高了。那当然在这次的这种区域的局势纷争之下呢，各个国家的股价都是在下跌的。那台股当然也是，但是我觉得跟之前的涨幅比起来，这样子的变动相较之下真的是比较小的。接下来再回来。